女孩怎么也没想到，歹徒竟然在整个车厢人的面前将自己强暴了。其他乘客虽然看到了这一幕，却都不敢出声，而是假装没看见一样。直到半个小时地铁到站后，歹徒这才转身急匆匆跳下车，冲进人群逃走了，只剩下了惊魂未定的女孩，满脸无助，默默拉上了裤子。而相同的强奸案半年来已经发生7次了，这个月是第3次了。显然凶手都是同一个人，不过好在受害者真的情绪还算稳定，百忙中也看清了凶手的面目，给警方提供了一些线索。And he had me pinned. You know, he had a knife, something. And anyway, he left his mark on my dress. 而目击者则称凶手是个白人，身高大约有1.8米，关键是看到了他裤子上有油漆，好像油漆工人。至于7名受害者也都有相似之处，全是地铁站穿裙子的女孩。然而线索只有这么一点。据此，心理专家分析，凶手就是一条狗，捕猎的过程让他亢奋，也许他利用1小时的空档搭地铁。也许他成天耗在地铁上，找到完美受害者才罢休。对付这种人不能设下圈套，因为他没有固定模式，只能等再次犯案再抓捕。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个意外消息：一位热血大妈在地铁上报警，看到一个男人扑倒了一个女人，接着就号召热心群众将男人制服了。随后乘警就赶到，把嫌犯广坤抓获了。不用说，他肯定就是那个地铁色狼了。可是广坤竟声称是因为车太晃了，我才跌倒在女人身上的，并埋怨警方是反应过度。然而他裤子上却沾满了油漆，这很难让警察相信他的说辞。广坤谎称是漆窗户时碰到的，可对于警察的质问，他却含糊其辞，回答不出是什么样的窗户，一看就是在说谎。接着本森毫不客气让广坤脱下裤子，没办法，他只得乖乖听话。随后警察仔细检查了里面，确保有遗留物后，就准备做 DNA 检测。哪知这时广坤突然急了，大喊我没有强奸任何人。不过警察是不会相信的，接着就将他逮捕了。而在窗外见证了这一切的心理专家分析，广坤紧张到流汗，不敢有目光接触，就像撒谎说自己有念书的小孩。他肯定是内心有愧。而为了验证广坤是否撒谎，警方又审问了目击者热血大妈。于是大妈滔滔不绝讲述了整个经过。He had his hand shoved deep in his pocket. She was leaning up against a metal pole reading. The train jerked. He grabbed hold of that metal pole so he wouldn't run into her. As he adjusted himself, was it the train throwing him up against her? Or was it on purpose? Who knows? But when he bent his knees and started to rub up against her, that was on purpose. 大妈的一番言语算是彻底把广坤锤死了。然而相反的是，当事人女孩虽然承认广坤蹭了她的身体，可那在拥挤的地铁上是很常见的。老太太纯属是多管闲事，并且医生也证实女孩并没被性侵，衣服上也没有广坤的 DNA 残留。所以这么看来是抓错人了，这也正符合心理专家的看法。可队长还是不愿就此放过广坤，随后决定将前7起受害者都接来派出所，逐个对嫌犯进行辨认。却不料第一个认不出，第二个、第3个也认不出来，剩下的也难以确定到底谁才是强奸他们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即使是真也没认出来。但真也疑惑，不是比对 DNA 就可以确定了吗？可事情并非他想的这么简单，真的作用是向陪审团说明嫌犯的 DNA 是怎么到了他的裙子上，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真还是没有认出来，这下好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广坤呢？看来他不是强暴犯，不过心理专家肯定广坤内心有鬼，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利用专业知识撬开他的嘴。果不其然，在专家的套路下，广坤终于吞吞吐吐说出了那天的经历。我本来是个宅男，那天喝醉酒了，于是先去找路边的小姐姐发泄了一下，然后才上了地铁。听了这话，专家也明白他不是去地铁寻欢的。I was lonely, and I saw her, and then when I realized what I was doing, then I pulled back. I just wanted some contact. 果然，广坤还是做出了猥亵举动。随后，专家向队长说明了情况，广坤不是要找的罪犯，只能起诉他猥亵罪。